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 Border 金刚的组装的第一集。那我把剑桥部分大致上都组装完了，就前剑桥以及后剑桥。然后所有的甲板目前的状态是遮盖好了，已经喷上了颜色。然后船身的状态就是组装好了，但是周围栏杆的蚀刻片我还没有上色。对，因为我发现在它的说明书中跟它的零件有一点点的落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它的说明书当中开始有讲解到栏杆的蚀刻片的地方，P16的这个部位，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错误的，所以实际上 P16组装起来的长度不够长，它会变成这个样子，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观察了一下它的蚀刻片，它的蚀刻片在后面这边会有一个可以弯折的点，所以我估计 P16它主要是对齐后面的这个地方，所以这边会有两个弯折点在蚀刻片上。那我就以后面这边为主，然后往回粘到这边，然后我估计就是所有的栏杆大部分都粘完之后，剩下来的就有可能是前面的栏杆，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 P12的这个栏杆是最前端的这个部位，因为我看它的长度应该是蛮接近的，因为它的说明书当中这个地方就是错误。然后其他的部分，其实边境它这一次的说明书出错的地方并没有很多说实在的是并没有很多。在组装上的话，塑胶件我也觉得，它的塑胶件其实进步了非常多的包含细节上也有不错的表现。那让我觉得比较讨厌的就是，以我的喷涂方式，我的习惯是会先打白底，然后打黄色、橘色、棕色，到最后可能会用类似红单色或见底红。那它的船身的这一些钢板的这些缝隙这些 gap 会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就有可能是在某一个角度你会看到里面我打的白底因为喷枪在喷洒的时候，有的缝隙是喷不进去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刚开始的第一层，你可能要打上比较深的颜色的底漆。你看，像这个地方，就可以稍微看得到，颜料是吃不太进去，因为它的缝非常的深。这个就是它的刻线，我觉得它的刻线问题比较大的地方。就以我的制作上色方式的话，就不太适合，就可能你要打上比较深颜色的底，然后再重新在外侧喷上白色，然后再开始上黄色、橘色、棕色这样子来上色，这样会比较能够掩盖这一部分的缺失。那你要说它这个设计不好吗？它看起来的装甲的这一些纹路是非常的明显的，然后我们说的那一些像钟乳石的这些铆钉上色之后，其实是你不要近看，其实是看不太出来。OK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遮好，到最后你还要再用其他的颜色去补它。在靠近水线的这个地方，照理来说我还要再上一层锈色。对，好。然后我在影片当中有一个地方，大家会觉得我比较特地去拍的，就是剑手的这个部位。剑手的这个部位，它不是非常的密合，对。然后你只能慢慢的去修它，让它船身夹紧之后，这最尖端的这个地方，它会变成会往外挤，挤了之后才会密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它就是密合的状态。这个是船身组装到现在的问题。然后蚀刻片的话，你看它后面这边，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所以它的蚀刻片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尺寸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个是船身的部分。那甲板的部分，我放到船身上面去做一个测试的时候，甲板跟船身是吻合的。因为我的习惯就是中间我从来不会去粘死，这样我的船身我要撑开，或者是我要压得更紧，都还有一点伸缩的空间，所以中间的这一些我全部都不会粘死。那你要把甲板放上去的话，就比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我就是等栏杆上好色之后，我才会把甲板给粘上去，不然我怕粘上去之后还要再拆遮蔽胶带，有的没的可能会去伤到栏杆，所以到后面我们再来做这些东西。那后面的飞行甲板这个区块就分了很多层次的遮喷。那因为周围看有没有栏杆要安装，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再把这个部分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全部都是用喷的，它没有任何的改装套件给你，也没有蚀刻片可以贴，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是全部都用遮喷的。那喷起来的感觉就会像这个样子，上面这个样子。好，再来就是讲到剑桥的部分。剑桥我还没有粘死哦，它是还可以移动的，因为我没有粘，我只是稍微的暂时的放上去。金刚级、山城，还有有一些日本的海军它的战列舰的设计，只要后面这一块墙是直线的，后面这一个是直线的，就有可能会有应力，会造成每一层会往上翘，所以你可能在每一层都要稍微修一下，稍微切削一下，让它的前端能够压得下来。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我已经有尽可能的让这一层是往下压的，可是它在这里还是有点缝，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修，才可以比较切齐一点。那有的人会觉得可能是主要的这根柱子造成说这种剑桥的设计会有点往后偏或者是翘，其实边境的这个不会，因为它的这根柱子是非常的松的，包含中心点里面的那一根柱子都是非常的松的，所以不是这3根柱子所引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被这一块后墙所拉扯，然后拉到剑桥是变形的。因为在青岛社跟富士美上也有这个状况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边境没有突破这个问题也是很正常啊。好，然后再来就是这里的蚀刻片设计的尺寸不准，这个地方它所设计的尺寸是不准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可以看到缝隙可以看到对侧，对，很明显的这边是可以看到对侧的，这里的蚀刻片尺寸是不对的，太大了一点，所以造成说这一层剑桥压不下来，那你就必须要用其他东西去补它，让这个缝隙消失啊。好，然后所有的环晶，所有的蚀刻片，这里的环晶、蚀刻片的安装、栏杆的安装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开定位孔给你。好，那为什么边境会开定位孔给你，其他公司不会开定位孔给你？因为边境它只有预计要贩售这一个版本，就是我有给你 plastic 的套件，然后有给你 photo etch， 有给你金属蚀刻片，然后有给你 3D 列印件，所以它把你的所有的预留孔全部都设计在上面。那其他的公司，你看 RC 嘛或福基米，它本来就是我只卖你塑胶套件。那如果你选择要买
金属套件那个是你额外加装的东西，虽然也是原厂设计给你的，可是它必须要顾虑到你有买所谓 standard 版本的客户，所以它不会开预留孔给你。那 Boulder 它是因为它就已经只有这个版本卖给你，所以它就把预留孔都开在上面。那你看我在装后剑桥的时候，其实在安装这些环境的时候，它是非常的好对齐的，很好对齐，也还蛮好安装的，所以安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立体。塑胶件来讲的话，做起来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除了剑桥的这一块。对，那剑桥这一块就是基本上做金刚级的每一家厂商，我觉得做起来都长这个样子啊。那就看在接下来的 Verifier 会不会这样。Verifier 它如果拆件拆得更漂亮的话，或许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就留给张老板他去烦恼啊。好，然后再来就是烟囱的部分。我有说过，它的烟囱我拿到手的时候就已经裂了啊。除了裂了以外，其实还有蛮多不好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地方裂开了，上色之后就很明显，它是裂开的，中间这一段也都是裂开的。然后这个地方它也是直接3D 列印在一起，所以有的缝隙你的颜料要喷洒进去是有点困难的。这里也是，所以你看起来它就是，我是觉得没有感觉特别细致啊，没有感觉特别细致，可是就很省事，你就是把它拆下来，然后上色，就往船身上面放，就是这样子。3D 列印件的好处就这样，然后你看这边也是裂开的，这2支烟囱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报废的状态。对，那这里也断了，这里也断了，那断了以后呢？你没有零件可以修补，你可能就是要找E-mini 的田工的改造棒下来接，所以我就懒得做这个事情啊。那目前为止看起来塑胶件没有问题啊。好，然后金属蚀刻片的话，这一次的 Boulder 它有附上很多这种所谓的 stainless 的金属蚀刻片，这个就非常的头痛，真的。它的跟以前的边境的大河一模一样的状况，在这个东西上面也发生。当我在折上面的这个电碳的时候，2.1型电碳的时候，它也是一样，折到最后你会发现有的地方是折不太动而且我是使用所谓的工作台下去折，你也是觉得它折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直角，没有那么的漂亮，对，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用到 stainless 的蚀刻片，反而是黄铜的会比较好。那 Boulder 这次的黄铜的蚀刻片，我是觉得状况就真的还蛮不错的，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啦。比起它的第一艘大和号，它这一艘的进步算是非常的多啊。那整艘船还没有组装完，所以我没办法下结论。对，上次有一个朋友从香港来找我，他也是说啊，你怎么在做 Boulder 的金刚？因为我觉得我拍了影片去给大家看这一艘船的板件是长怎样，但是我并没有把它组装起来。那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身的组装，而去下了这个定论说它是不好的产品，我觉得以我来讲是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至少我要把它组装到90%以上，大致上都组装完了，我可以看到它全部的问题，我再来下定论会比较客观一点。对，所以呢，大家就在期待下一集，看能不能够在下一集我就把整艘金刚全部都组装完，我再跟大家说看还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OK， 好，那就下一集见，拜拜。